你有想到是我吗？你以为是谁？我猜会是菜菜。你看看，我以为你会去第一个是啥来着？吹泡泡的那一个。毛毛在讲什么危险发言？那他的潜台词就是说，我也没有选你，好方便哦。好简单。这是我放过最成功的风筝。这是送给你的，你不是奶奶生病，谢谢。没事，希望她能够健康。雨欣写了无，他不会不写吧？我的人文呢？你看，又写一个罗。他俩今天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对啊，蔡瑞不是一直喜欢罗志阳吗？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itty One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优酷自制的首档初恋成长真人秀《没谈过恋爱的我》。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初恋猜心团的成员汪聪，欢迎我们初恋猜心团的各位成员。今儿我们两个沙发的着装风格已经代表了我们各自的阵营。是的，这边一看就是理智组。咱们呢？我们是儿童组。我们不是，我们是气氛组。气氛组，我们是气氛组。其实我们气氛组这边的胜率反而要更高一点。目前翟潇闻，正确率最高。目前垫底的是菊姐，是我。就是我，一题都没有对。菊姐垫的可瓷实了，从来没有对过。不想再对了，我希望我能错到底，一路错到底。但是菊姐的垫底不赖她，因为真的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期的剧情，的确有很多让我们迷惑，都依然在迷惑状态的。这期我可能会好好看一看蔡瑞和罗老师这组。在哪里摔倒？对，在哪里摔倒从哪里爬起来。我要明白为什么会摔倒。其实我总感觉他们俩之间还是会有那种感觉的。对对，只是可能是出现一点小状况。对，我相信他俩应该是最后会是好结果。那个我的小羊吃草，我决定放弃了，我不追了，吃饱了。所以说我要看雨欣跟硕晨跟雨欣啊，他们俩上次有互相的表达。这是送给你的，你不是奶奶生病，谢谢。没事，希望她能够健康。你来发饼干？没有，我给你拿了饼干。谢谢你今天给我那个。没有。其实就大家就在这一堆就挺好的，你不用一直当别人小太阳这样。但我这一期特别看好的是毛毛和许文婷，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呢，这种缓慢的发展进程，非常典型的就体现了对爱情有很多的想象，但同时又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每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影响到了他们的决策，这不就是爱情的萌芽吗？所以我还挺看好他们两个的。对，我一直站的，我没有疑义的。好的，但也许今天又会发生很多让我们意料之外的有趣的故事，也会让他们的感情走向有了不一样的方向。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我爸爸妈妈他们俩谈了可久的恋爱了。我爸把除了工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妈，然后也彼此之间是有很强的信任的。我对于他们也是有非常足够的安全感的。可能是比较有同理心的那种吧，所以可能就是我会倾向于去考虑其他人的一个看法和感受。对，我爷爷奶奶也经常吵架，我爸妈也经常吵架。
就是什么样的五花八门的吵架我都见过。我很害怕吵架，我听别人吵架我都哆嗦，一直在规避吵架的路上，从未停歇。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属于互怼模式的，反正我们全家都属于不善于表达爱意的那种，就是我喜欢你，我也要用骂的方式。我喜欢这种模式，但后来我也发现，其实很多次我都有伤害到别人，所以我现在也在慢慢的改正了。很小的时候就基本上父母就是外出去工作了，然后相当于一个人被留在老家上学，再加上一些家庭变动啊，自己会去到每个地方去上学，这样的话可能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只能待到1-2年的程度，然后身边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好朋友去听我平常的一些埋怨啊，或者说是一些唠叨的话，然后可能很多事情就会压在自己心里，然后也会就成为影响我和以后和人交往的时候的一些情况吧。但是现在也在慢慢努力改嘛，没办法。我很爱我爸，也很爱我妈，但是他们各自呢，他们彼此还不是很好，反正就是。然后我们家从小到大没有过一起旅行，没有过一个群，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都很忙，我几乎是一个人长大的。对，因为我们家庭的教育给到我的感受就是，每个人都是个体，所以还是要以自我为中心的去想一些事情。就是说也没有在他们的婚姻中感受到什么爱会是件好事，恋爱会是件好事，根本就没有过，从来没有。我发现，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有爱的家庭里面，所以就是我对另一半的那种情绪价值的要求比较高。我希望能够跟另一个人有那种契合的感觉。对。搬家，合宿生活了，一起住了，变成牡丹村4合院了。合宿一起住了？什么？哦，就是大家生活在一块儿了，这样。收拾一下吧。需要帮你提吗？我可以看你们需不需要帮忙？给我一个，我帮你提一个。好，谢谢。一起上吧，你这汗，走吧。走，回家。上面写了啥？4合院入住须知，欢迎入住牡丹村4合院。在4合院生活期间，3餐自理，自行打扫，日用品、生活必需品自行采购。祝大家在4合院度过快乐的时光哟！断句都断得跟别人不一样。哇，到了 ！Welcome。嘿。哇，这个好漂亮啊，有没有？哇，这个好棒哎！哇，太好看了！哇，你这个好看。这是秋千，可以进去看看，走吧。这一趴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原来从单独居住到了一起合住，因为我们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比较容易说遇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聊，你本能的反应就是算了。但是当我们合租的时候，其实就给了你更多的空间在一起。不能算了，不能算了。这有卧室哎。哦，哇，大了。哦，这是2人的。对。哇，这个呢？这样的对称的。这个也是2人间。对。你们睡觉睡得早吗？我晚。你睡觉晚。行，那咱俩住吧。好。但是我睡觉很轻啊，就是谁睡觉不老实不能和我住。我睡觉很安静，你睡觉老实吗？那我和毛毛吧，我睡觉很轻很轻，我睡觉很老实，我不动的。我真的很像个一家之主的老人耶，坐在这个位置。组长，慢羊羊，膝下儿孙环绕。对，好离谱啊！你们没有谁想去买菜吗？可以啊，我也得去，我得去买东西。走吧，徐老师上车。去吧，好，去坐毛毛的车。不能同性结婚，不能。你们在商量着什么？没有啊，走。
走上车。徐老师你好呀。你好呀。又咱俩坐车了。没错。文婷不想跟毛毛坐，我觉得是那个啥，赌气呢，赌气呢，就是气还没消。出发 ，Go Go Go！ 申请一下，把我这边窗户也关上呗。哦，是这关吗？哦。文婷现在属于是不太敢表白，不太敢表达。你看他的肢体语言，坐得很靠后。啊。自我保护。对。就他不太敢往前再迈一步了，怕受伤害嘛。刚刚楚曦也观察到一点，就是许文婷在上车的时候，就她坐得很靠后，然后座椅靠后，就感觉要远离毛毛。其实我觉得文婷就是赌气，她就是在意毛毛，就是你没有必要这样坐车嘛，你就这样坐就可以了。也是想让对方知道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但毛毛可能不知道，应该挺明显的吧？我觉得看他肯定也知道，我觉得毛毛也在想我要怎么办。对。是吧？看看他后面会不会特别去着吧这个点。我们回来了。徐老师，咱们收一下东西。文婷真的赌着气呢。那个，我来切吧。洋葱是要先切一点，然后剥掉吗？我来。来，没人洗，我来吧。还有地儿放吗？有。哎。你干嘛呀？那干啥呀？我让他们收回去吧。不需要了是吧？尽量塞吧，塞不了就收纳一下。我们的杨树成同学很主动。你去帮我找一下我的那个。我刚才好像看到了，哦，这儿。来拿一个矮一点的。好搭他俩在一起很自在，好解压，你觉得？你来放两个。我喜欢端着。好的。我喜欢静止的。好，可以，哇，完美。正好剩一个。等一下，我给你做了一个小刺猬。什么呀？哎，他又给他准备东西了。我还没做完，它就干了。这个鼻子好有意思啊！你还挺喜欢玩橡皮泥的哦。因为我哄小孩的嘛。哎呦，给你。谢谢，我把它放回去。好。雨欣好暖啊！他俩有一点姐弟恋的那个感觉是吧？哎，他俩还没名字吧？快，楚曦姐来起个名，这一对。雨欣跟硕成。星辰啊！星辰，好，星辰啊！可以，都有名的了。但雨欣送礼物的这个行为，应该还是挺明确的示好吧？它是一个安慰和也是一个小小的试探，对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送礼物的时候会给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其实会让我们自己也能说服自己。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来。
哦，好东西。选择你最感兴趣的一张照片，你将和照片中的他1对1分享彼此的成长故事哦。准备是一起翻吗？一起翻吗？一起翻。哇，童年照。哇，都这么年轻。哇，好可爱。男生的照片。这小女孩啊，应该5个小女孩。但这个很容易猜错呀。我看不出来是谁哎。这个等一下，等一下，那为什么有5张照片？又要来一个吧。那就说明有一张是跟其他另外4张是一个照片。哦，有可能是干扰。有可能干扰一下。选一个感兴趣的照片啊，那我看看哪一张氛围感比较好。杨哥要选氛围感强的。我感觉这样氛围感很好。我可能喜欢这第一张。我觉得这张很好看，但看这个脸有点像团团，说实话。我选了，我就选了，那我选这个，我走了。我可能会选这个浓眉大眼的。他们这个时候还是有意向的在，其实是。对。这个不是这长一样吗？但是我觉得这张的氛围非常美妙，真的很好。我选这个，我不想猜，我就觉得我对这张照片感兴趣。他喜欢摄影师。你猜这是谁？我不知道这是谁，但我感觉很像一个人，他们俩已经真的一样的圆。他觉得是文婷，眼睛圆嘛。哦，很可爱。就这个浓眉大眼，这个眼睛2个第6幼儿园，第6幼儿园。但我感觉除了罗志祥之外，其他的男生在这一环节已经明白过来了，我选的不只是照片，而是后面的人。对，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了。我杨哥属于摔倒了我就躺下，我再躺一会儿，躺一会儿。然后你看毛毛说的也是，眼睛圆，哎，在找文体，他在找人的特征了。对的。好的，翟小文，你觉得他们选到了自己想要的吗？我感觉中间这个像是曹烨，然后左下角那个像蔡瑞，右下角是雨欣，我感觉。完了。右上先放一放，左上应该是文婷。那如果按你这么讲的话，就只有毛毛选到了他想要的，对吗？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预言家说的对不对？打脸马上来到。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elly One 升级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来青藤有人疼，感谢学历身份双认证、恋爱更靠谱的青藤之恋 APP 赞助播出。照片约会。小房间又到了窒息时刻。啊，给梁小晨一次雨欣吧。猜。哦。呀 ，Hello， 又是我。又是太太。是我。这居然是你。是我呀。
我当时看那个照片里面，我说哇，这是电影海报吗？我说。Hello。妈呀，这个欢喜人家！不要吧。Hello。这是什么情况？我选择了这张照片。哦，是我了。挺像的。大眼睛。杨烁成每次都没有选准。Hello。哇！天意啊！这真的是命运的安排了，这是。这么浓眉大眼。哦，真的哎，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第6圆。你看毛毛选的时候就说了，这个眼睛第6圆，他就是冲着文婷去的。哇，你小时候眼睛真的好大。现在眼睛不大。我现在也大哦，真的，你真的从小到大眼睛都是这种杏仁眼，就是这种圆圆的。哎呀，文婷感觉还是不太开心。哇，好看的，真好看。哇，你真的小时候圆嘟嘟的，很可爱。哇！那是真的，这个双马尾，这个花棉袄，福娃的那种感觉。呀，这是我和我弟弟。亲弟弟吗？我亲弟弟啊，我们俩差大概2、3岁的样子。哇，真可爱。哎，真的感觉你小时候长变得挺多的了。啊，对，因为我最近太瘦了。文婷眼神在闪躲，对，不跟他对视，不太开心的样子。变化真的很大，但是眼睛没怎么变。确实，你确实双眼皮大双眼皮。所以行，没关系，反正一会儿还要看你小时候的照片，肯定。我小时候跟我很像啊。还在生气吗？文婷老师，这是可能就是没有一个点让他能把这件事儿释怀掉。对，没有一个点。哇，这个太初恋了。哇，好美啊！非常青春啊。哦，这个是我当时正好看到了一个，就是去沙漠种树的一个活动。对，因为我挺喜欢做公益活动的。每个公益活动真的就意义非凡，好吧？去年的9月份，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实习。那你呢？就是你对你的人生职业的规划，律师啊、法官啊什么的。当律师，心太软了。心太软了。就是我可能会同理心会比较强一些。可能遇到一些，我所认为的不公的事情，我会设身处地的去把我自己带入其中，而去向不公的命运发出抗争。那其实你很适合去一些，比如说 NGO 啊，就是非政府组织，对，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因为这就是我想的。哎，他们俩在这点上找到契合的点了。你对自己人生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吗？有啊，如果说我人生有意义的话，那一定会是与公益有关。所以就是我的职业当中的话，我肯定是想做法律援助律师，或者单纯的就是去一些非政府组织。好正义的一对，就是感觉他们在这件事上灵魂共振了。怪不得叫人文，真的很人文组，人文组合真的很人文。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吧，真的是。或者认为不对的事情。对。只要我想。人应该任性一点。就是罗翔，他不是有说过一句话吗？要关心具体的人，不要关心就是广泛。不要关心广义上的人类。愿你我都有光明的未来。真的吗？对，发自内心很真诚的说一句，祝你我都有光明的自己想拥有的未来。
那我就听进去。真的。来了，你的照片。啊，这就是。那你确定没有变吗？请问，这个变化也太大了。挺可爱的，就是小的时候萌萌的、萌萌的。哦，救命啊！干嘛？这样还挺像的。真就是我小学时候。哎，你小学是住宿啊？对，我一直都是住宿，要么住宿，要么就是家里人在外面租房子自己住。救命啊！所以你初中是在哪儿上的？这个校服是湖北的。湖北的，你真的去了很多地方哎。我很多地方都上过学。好酷！哎，这个是你是骑行吗？对，这是爬上秦岭那一次，走 G210国道。啊，好浪漫啊！陕西省一个主持人大赛。哇！我还拿了银奖，第2名。高兴起来了，问题。其实我从小到大变化真的还挺大的。你能想象我是一个自闭小孩吗？不能。不能想象吗？其实我从小到大真的非常自闭。因为你不是知道，就是说我在很多城市都上过学嘛，就因为我家庭变动就挺大的。其实，在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尤其是小学，就基本上就是父母在外面奔波，我一个人在家里上学。我小时候从小到大家长会就都是我一个人。那你是大概从幼儿园就一个人吗？小学1年级。真的就那种活动的时候，我旁边就永远只是一个空的凳子，就一个人，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听上面讲。但这件事真的一直记到我现在。但真的可能因为我小时候的这种情况吧，就会让我一直觉得从小到大我就是没有被很认真的爱过，然后我可能会更多的就会偏向自私啊，或者说是自己去爱自己一点。所以说可能到后来以后，就哪怕别人会向我表达他的爱意的时候，我都会再三的确认这是不是真正的爱意，而还是说只是他一时的兴起。因为谁都不会喜欢那一种被珍惜了一下然后又抛弃掉的感觉。对，人总是喜欢去相信坏的结果，因为这样就不会2次受伤。每当我被问及说你自己说一说你自己身上的优点吧，我真的说不上来。但是他让我说缺点，我可以跟他噼里啪啦说很久。然后从小到大因为我就是一直以来的自我否定，可能我会需要对方的爱会更加的炽烈且无条件一点，然后同时也会希望说我自己对他的爱会更加无保留一点。但我相信，就是你只要被无条件的爱过一次，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而且你肯定也会背的。其实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会带我和我弟弟，就是每天都不会待在家里面，就是去各种地方玩，看电影啊，然后小公园啊，就每天都出去玩。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就是从记事开始一直到上小学，都是我人生中就是可以说是最宝贵的记忆。是。因为只要我就想起来我拥有过那些这么快乐的时光，我被人无条件的爱过，我就会永远相信自己就是值得被无条件爱的。还挺羡慕的。所以这是我也在头想。你不要羡慕。就其实我想跟你讲的就是，真的是每个人都是值得就是被无条件爱的，就是而且我也不是客套话，我是真的觉得你很棒，所以就真的不要否定自己。我觉得就是你都要否定自己，那谁还能肯定自己，对吧？是的。所以说这就是我努力想要改的一个点，再慢慢改。我们先矫枉过正一下，好吧？你先。我自信，我今天晚上就开始普信。
要的。可以回客厅私聊。到。看，一出来阳光都出来了。一会儿回去可以给你做一下那个16型人格测试，怎么样？什么叫做16型人格测试？反正它就是能够剖析你自己的性格。哦，真的吗？嗯，真的是可以，真的很准，很有名的。真的吗？哦，不是我瞎说的。哦。哎呀，真好！哎呀，看得我好欣慰。我刚才有一瞬间真的好感动，我这眼眶都有点发热了。应该说，真的，命运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因为这个真的是真的选到了，对，否则没有这样的一个聊天，他们可能这个不愉快会持续很久。还好毛毛选到了，而且我觉得文婷可能一下理解了毛毛的很多行为，就在他讲了他的这个童年经历之后，就那个点，他可能一下释怀了，一下冲开了。对。是的，让我感受到两个人脱离了那种小情小爱的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是他俩的灵魂上就很契合。我就是听完他俩的陈述之后，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俩刚好互补。就是毛毛就特别需要一个许文婷这样的人，我可以带给你阳光嘛，我告诉你你是值得的。他俩太互补了，我觉得。我觉得每个人他的处理事情的这个方式，还有对待感情，一定是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会，关系还挺大的。而且我发现越是那种缺点，我越会跟我父母很像。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越是缺点，越是那个不好的地方，越会影响越深。我能想到的都是正面原因，因为我会尽量关注点放在我家庭中，比如说我妈妈给我留下一些比较好的方面，比方说我妈妈从小就是一个不吝啬于说谢谢和对不起的人。所以在我的亲密关系当中，无论是道谢还是道歉，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不是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是你如何去解释原生家庭这些经历，你的解释风格才是最终决定这个影响的。比如说，如果从小父母不在身边，所以我比较独立，我从小就会自己拿主意，所以我现在就变得比较的自己能够做决策，很积极。你看那样的一个解释风格，就变成这个不在身边就变成好的。但如果你的解释风格是说我是很缺爱的，然后我就没有爱，所以我就怎么样，那你就会把自己这块东西就强化了。所以不要去放大那些东西。然后你小的时候肯定你没有力量，因为你就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跑不出来。但是当我们成年以后，如果你想让自己更好，其实你就需要学会去改变解释风格。理解。给宝宝全世界的好，那不就是我们的赞助商奥优能力多吗？专注氨基酸优化，更多营养好吸收，为孩子成为下一代优秀青年打下更好的基础，就跟我一样。等一下，1、2、3、4、5、6、7、8、9，哦，又要来2人，真的吗？我们俩第一个回来。对啊，来，快来！来新朋友这么激动，我让你倒点水，不着急。好。哇，不会在床上趴着吧？咋了？快进来看！我天！哇！这么高！我可以进吗？可以啊。哇，俩好快乐呀！真有感。多了2个床位，再来2个人，男生女生各来一个。哇！我直接惊喜感拉满了。惊喜感拉满了。我们2个是第一个知道这种惊喜的人。他俩开心的是前面的谈话，根本不是来新人了。对，他俩可能找另外一个事来发泄自己心里的快乐。小心思我俩都看明白了。哎呀，他们2个很厉害，是吧？怪不得我们俩是学霸型。对，咱俩都会自己分析了，我的天。徐老师，你写字好看吗？我写字很丑。我们来写个欢迎新伙伴。虽然说我们写字很丑，但是心意到了就好了嘛。画个徐老师。来，徐老师，给你画个圆头，要长一点。你可以把我脸画的小一点。好。你这个，你把我的脸画你的2倍，你有何居心？
还挺像的。哎呀，好甜呐、他俩。可以，欢迎他们，走吧。不是说测16型人格吗？对呀。你看他们俩坐在一起的距离都很近。那、我是这个 ，ENFP。有创造力、爱社交的、自由自在的人，总能找到理由微笑，很好啊，很自信啊。你看，有人告诉你的优点了，快看看。INFP 吗？同情心、慷慨，这叫什么？思想开放。思想开放，有创造力。有创造力，有热情，理想主义。学到了，我这句话会用了，以后会写了。就反正我觉得，就是能发现你身上很多我没有想到的点，感觉你应该就像一个创过业，感觉就像一个创过业的人啊，就是莫名的透露了一丝的成熟。钟楚曦，别挠我。你说说看，这和你现在不是，我现在太瘦了，你知道我来之前我脸上都是有很多肉的。哎，我特别喜欢用这个拍照。这个拍照还挺好看的。那我这样。哎呀，这别看了，别看了。这也太甜了，我看不了这个。太好了，我要热泪盈眶了，我看不了，我脸都红了。这有些甜吧？这个不行，我这种没有谈过恋爱的看不了这个，我这看不了这个画面，我这。结婚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失态了。钟楚曦老师，你平复一下。哎，不是，我们激动成这样，菊姐，哎，你觉得怎么样嘛？我就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看到那个许文婷的状态的变化了，我感觉她轻松了，她放松他们俩的相处，画面看起来就很和谐。那个节儿过去了。尤其是许文婷的状态，最大的改变，其实在毛毛讲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许文婷其实是终于学会站在毛毛的立场去看这世界了，就开始说，哎，其实原来我跟你不一样，所以可能有些行为我觉得不能理解的，可能有你的逻辑。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下一步他们的肢体动作一下就近了啊，一下就近了啊。他们好甜哦，我也想要有人疼。那你就赶紧来青藤之恋 APP， 来青藤有人疼，最重要的是学历、身份双认证，恋爱更靠谱。里面有1000多万优质青年够你挑的。青藤之恋是吧？姐来了。说累了，咱们回去吧。Hello， 我们回来了，猜一猜是谁？后面。我看到了，看到了，猜一猜，不是叶叶，是的。看人家那个黑板，我写的。欢迎新友友入住小院。新人来了，真的假的？看我们2个房间。天哪！天哪！说晨，为什么我们有5个照片？有答案了吧？哦，今晚吗？对啊，今天晚上就一起吃饭了都。对。哦，我跟曹瑶大已经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一进去看到啥，我人都傻了。我也是，我都愣那里了，你知道，我都愣那了。没想到是吧？我都惊讶了。啊？在想这又是要搞什么？这又是对，都走错了吧？不会。你知道照片选的有多崩溃吗？我在曹老师面前已经没有尊严了。你的照片是什么样的呀？你让曹老师描述一下。就是每一张都不一样，然后有的就极丑，就是丑到如果是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的那种程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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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更胖的呢，还有比那张更胖的呢。哎呦！我想挖个地缝钻进去。哎呦！
不是这种照片你都拿。还有学生证，你知道吗？你知道学生证每个人能丑到什么程度吗？我的天哪，它都像一个黑色的土豆，土豆成精了的感觉。好过分啊！救命啊！哎，你觉得我今天照片最好看的一张是哪个？就有一张你特别随意，就是我哪张随？就是那拿着衣服，我就是在雪上，雪山的那个。对，比较随性的那种拍照。然后那张是你氛围感最足的一张。但是不得不说，硕成和曹烨的这个缘分真是没谁了，就感觉老天摁头，你们俩再了解了解吧。但是我觉得不合适，而且给人的感觉他俩更像姐弟，哥们儿。对对，应该拜个把子。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D1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持续不羁，勇敢追爱。本节目由藏地秘饮品牌藏勇马能量植物饮品赞助播出。这太酷了！怎么还把它投出来了？但是这个真的在那里面特别像电影一样，特别好看。啊，这张太可爱了。老罗有没有击中你？是我。这当时在干啥呀？当时应该是在外面玩吧。玩。对，这应该是我6岁时候吧。是你妈妈帮你拍的？对，家里人帮我拍的。哇。那你看我今天也是一单一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这样了，而且都是左眼双。对啊，我最近这个本来是单的，然后越来越双了。我是单的变双了。我也是。哎呀！这也是你吗？对。这个就是这张照片，我当时就是放在朋友圈里，然后我朋友都以为我是新疆人。对啊，我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它其实只是一个帽子而已。对，只是个帽子，感觉每张照片都在笑。对，都挺好，天生乐观。确实，菜菜一直在笑。哇，这个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也是在广东的时候。就我小时候跟你相反，我特别喜欢这样呆。这真的哦，哎，像他哎，他跟他小时候长得好像啊。发呆，对，我从小就喜欢发呆，我长大了也很喜欢。但我其实也是在发呆，就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发呆，但我都是。但你的发呆是笑着发呆，对，我是笑，我就很爱张嘴。蔡瑞好爱，我觉得菜菜紧张，对他的那个小动作，对。这个我上学了，就是做模特了开始。我感觉那算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参加时装周，当时我很喜欢这套衣服，就是我们参加第一次比赛。哇，他怎么像？这太不像我会做的事儿。这蛮适合他的感觉。他的性格确实适合当模特。对他性格不说话，就是没有表情，也不说话，冷酷酷的。你看中间5个字了吗？平面组冠军。对，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拿了冠军。这么厉害！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外模，这场比赛拿到冠军，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就很感谢这场比赛，真的非常。我人生中肯定一辈子无法忘记的一场经历，对，挺好的。怎么这张照片也出来了？救命啊！哎，他这个气质跟就是其实不太一样哎。对我长发的气质，他们都说非常的有艺术家。哇，超模，超模，惊艳！哎，他长发看上去很有魅力。就是为了模特的事业开始留长发，然后留长发还有个目的就是我觉得我很讨厌当时
对于男性的一些约束，或者说啊，男生一定要怎么样，我就说我要反着来，我就开始在这个时期开始留长发。对，我是这种心态吧。这场所啊，这个场所是我们画室办了个展，然后我是策展人之一，然后这后面的3幅就是我画的，上面第1幅是竹子和水 OK， 中间那个其实是我。是在右边，是这个吗？对，那是花，这是个人，这个是人头，哦，这是个人脸，然后我整个人是这样飞着的感觉。哦，下面这个就是一个山水，对，这是我老家，对，其实就是超我、本我、自我。哦，这个挺帅的，是蛮有闪光点的他。哦，这是我当时就是颁奖，因为我是拿了荣誉学位嘛。哦，对，然后就上台领个奖啊。这个就是几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一起就是拍毕业照。对，很好，我觉得你们的氛围感特别好啊。对，我们就是大家同学关系都很好。对，可以看出来，很好。我觉得你就是比较文静，但是文静，但是又有文静、细心、有力量。那差不多吧。就是我觉得，就你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哦。对，然后感受力比较强的。对，是的，非常敏感。然后可能你会想很多东西，然后同理心也很强。对，我是一个内心世界确实是无敌丰富的一个人。就是刚开始2天其实不熟嘛，所以像集体生活会让我有点焦虑，但是又遇到了大家，然后觉得可以做自己。对，到目前为止很奇妙。对。你看他们这一次做这个小房间，跟第一次都完全不一样了。不管对面坐的是谁，都聊开了。对，聊开了。就是互相了解对方的人生到底在干了什么。挺好的。那我们回去了。好，走。你的照片。谢谢。走喽。哇，这个时候天好冷。我是不是应该做个绅士？如果你真的很冷，你可以穿我的风衣。那你会不会？我不会，我还好，因为我里面是个毛毛的衣服。OK， 你穿着吧。谢谢。啊，真的有点太冷了。就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哦，小心。罗志阳把外套给菜菜穿了。我刚刚真的是本来还想美美的走下来，然后结果冻得我一路狂奔。今天可能会互选啊，他俩。来人了，是谁呢？来了，听到那个没？哎呀，期待呀，期待呀！他们在等新人儿。来了，菜菜。Yes。啊，咱们有新人了！咱们有新人了啊！看我们房间。我看一下。啊！罗志阳更焦虑了，又来一个人，好焦虑啊！我也有点儿，我觉得人好多呀。然后住不满的就去住那些屋。然后楼上天台马变盖了一栋房子。这是什么大型连续剧吗？这是。好搭他俩，他们2个人已经感觉自己很放松了。因为这一轮他们更多的是了解了彼此的过去嘛，然后我发现他们2个人确实挺像的，而且2个人没有想到都非常的优秀。但我感觉罗志阳可能会更喜欢那种在艺术追求上能够和他契合的人，所以我觉得罗志阳好难心动呀，因为他要找一个那种感觉，对，就是一下击中他内心的人，让他心砰砰跳的那人，好难呀。哦，这是雨欣啊，雨欣也很懵呀。神秘男子，你是谁？来了，这是谁啊？你是谁？看背影还可以。4号男嘉宾，新嘉宾哦。
哎 ，Hello， 我叫蔡乐，今年26岁，是一名即将入职华为的工程师。哦，是有恋爱经验的。沈老师，你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设置？我觉得让这个局面怎么能够去动起来，放一些有经验的人，然后又有一些不同的火花。实际上，这种危机是危险，可能也是机会。哎 ，Hello， 啊，这个笑容，尴尬的微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呀。我叫蔡乐啊，然后你可以叫我乐乐，这是我的小名，我家里人都这么叫我。然后我现在是即将毕业的一名研究生，在北京交通大学读。真的好局促啊！天哪，你可以找一下哪个是我？天哪，我的妈呀！这是小学还是小学的时候？小学的，好可怕呀！这谁找得着啊？我来看看啊。我超级显眼，就是你可以去找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这个啊？对呀。不是吧？没有，我从大概3年级之后就发胖了，这个时候大概1.6米吧，已经超过60千克了，你知道吗？不过那个身高可能也是吃得好。哦，雨欣以前胖过哦，这就是我的一个黑历史的。我感觉跟你一点都不像哎。真是女大18变。没有。其实，这个就是我最胖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有150多斤。哎呦我的妈呀！我真是我的以前的照片就全都是黑历史，我的天哪！没事，我高中的时候也挺胖的，对，虽然也没有那么胖。你好，没有，我是说没有相当于别人那种胖，就只是说可能我知道肉全长在腿上是吧？就没有长在身子上。那种知道吗？就长在什么腿上啊、脸上啊。其实是想安慰一下，结果这个表达适得其反。你的还比较正常好吗？你的跟我比起来就很正常的一个这个自拍，多正常。这个就是高中的时候那种比较非主流的时候，比较叛逆的那时候。当时这个发型真的是丑死了，丑爆了。没事。你们毕业的时候？对，就我们毕业的时候。然后这个的话是我前的公司，就华为嘛，明年入职，也是在上海那边。我为什么选择它呢？主要是因为我就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参加了华为北研所，就北京的一个研究院的一个开放日活动，就对这些新兴技术对我来说是非常，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所以也是非常想去那边的。加油！加油！那你们住哪儿啊？你知道了吗？现在？我不知道啊，我还等你带我去熟悉这边呢。可以的。感觉这个男生还挺主动的。对他起码态度是主动的那种。他们俩在一起，可能雨欣的状态反而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就是觉得不太在那个节奏里。对，因为我感觉雨欣可能她累了，她每天见到人都是不一样的，就见不到说真。对，然后他们俩就是对不上。对，而且这一趴如果真的他们俩对上了，就特别好，两人选的照片的风格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一个胖的类型，你说马上就很有共鸣。就是他们俩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蜕变。对，就虽然我们每个人跟小时候肯定都有一个阶段，你应该可能从来没有过不好看的时候。天哪，我之前可太丑了，真的。你发出来让我们看。其实我初中的时候，小学，我小学就是胖子，就小学初中哇，丑得要死。我到现在也丑，我丑到现在了，我就是。别这么说。
这很难猜，不知道是谁啊？刚刚聪姐说她小时候很土，应该没有我土吧？土。哎，这张照片后面有什么故事吗？有。这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出去旅游，然后这个地方在我们隔壁县城了，然后是我三舅带我去的。那会儿我觉得我三舅可帅了，你知道，我还记得我三舅那会儿，他经常去开他那个面包车去相亲。我有一回我姥姥带着我在一个花园旁边，还偷看他的那个相亲对象来着。然后你是什么心理状态？那会儿我7、8岁吧，我当时觉得我一定要长大，因为大人可以相亲。相亲也太好了，也太刺激了，还有人在旁边偷看，你知道吗？那你后来相过亲吗？现在我也长到我三舅那个时候的年纪了，但是也没有相亲，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面包车吧。没有面包车的爱情不会长久。我跟你们就是不一样，我要是给丑照这种都不用翻历史，大家打开互联网搜18年出道的记录，可以看到我所有最丑的照片。但是如果要让他翻我小时候的照片，这属于找补了。你看我小时候可水灵吧，小时候很瘦吧，很漂亮，很标致吧。哎，岁月是把杀猪刀啊。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来。他们是恋爱实习生，认真要求自己，只想给未来的他全世界的好。他们的这份执着，正如奥优能力多的不懈坚持，专注氨基酸优化，营养全面均衡，自然值得信赖。和奥优能力多一起，为成长中的宝宝加油。奥优能力多，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恋爱助攻无糖也甜的 KD1 生气波波联合赞助播出。我们来啦！本节目由超辣的上汽大众0度 L 赞助播出。持续不羁，勇敢追爱。本节目由藏地秘饮品牌藏勇马能量植物饮品赞助播出。我叫金宇恩，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曾经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话剧、音乐剧演员，现在是一名音乐剧老师。哇！哎，那是他们吗？哇！哦，真的兴奋啊！耶！哎 ，Hello， 哇，大家都好帅 ！Hello， 你们好。我叫金宇恩，但你们可以叫我琪琪。琪琪，对，奇怪的奇。嗯，好。坐吧。那我跟女孩坐。哎呀，你们怎么都……那你坐那儿，没关系。你们都席地而坐吗？或许可以问一下那个出生年份吗？我属猪。我95的 ，Me too 啊！哎，所以我们现在当中谁是最小的呀？你是最小的吗？500啊！哇哦，非常的年轻。所以你是什么专业？我是音乐剧啊，是音乐剧是最强的存在。以后大家就是可以熟络了一点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始演小品了，对不对？表演节目。对啊。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一点。可以，我们就缺一点新鲜血液了。我们两个都很内向。对。咱们要解放天性。我们都是氛围组担当，氛围组。对，我比较有点社交牛那什么症啊，我们就很缺社交牛那什么症。真的吗？那让我来带领大家打开新的世界。还挺开朗的哈，这个新的女生，感觉不扭捏，对，大大方方的，比较容易接触的，很舒服，相处下来。走了，食飯嘅小木屋2樓。哇，好丰盛，火锅！哇塞，我居然是第一个到的，哇哦！哇，太香了吧！好丰盛啊！这今天好丰盛。
哎，他俩还没来啊？哎，蔡乐还没有出现吗？他们俩还没回来。哦，团团和蔡乐还在聊。等一下吧，等一下我们再做吧。等一下。住在海边挺好的，是住这附近吗？对，就在这附近。你跟着我来。来了。Hello。这是我们的新的男嘉宾，叫蔡乐。我叫蔡乐。Hello， 你们不给我介绍一下新的女嘉宾吗？Hello， 你好，我叫金宇恩，然后可以叫我琪琪。好，琪琪。好的。团团。啊，对。咱们要不坐下吃吧？吃饭吧，吃起来。开吃。新嘉宾要不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叫蔡乐，快乐的乐，你们可以叫我乐乐。我96年的。我终于不是最大的了，好开心啊！我是12月29生日。哎，那么可以给你过生日，我们。对。Hello， 你好。我跟你一样，今天第一天来。你好。我叫金宇恩，但是你可以叫我琪琪。琪，奇怪的奇。你名字好熟悉，我甚至怀疑我们俩认识。咱们学校毕业的海报就都长你这样，真的。对，还有那个开心麻花的那个，也是这种强项。你是知道我是麻花的吗？你还真是开心麻花的。哇，这太准了！哇，好厉害！这怎么能猜得到呢？我也不知道，好神奇呀！我不用介绍了，到你了。啊，我叫曹烨。曹烨，东北人。对。就是我叫蔡瑞，然后蔡，然后你叫我小许就好。然后我是98年的，然后学的是法律，对，然后现在是研一。研一不是现在课挺多的吗？我们研一比较闲。什么神仙学校啊？有什么游戏给大家推荐一下，玩一下吗？什么游戏？每人说一句土味情话。我想到了一个，来，我们来玩1、2、3木头人吧，准备。我心动了，因为我的心动了。你的手上不是有道口子，我的手上有道口子。所以我们两个是2口子。你这么会啊？冲浪啊。你喜欢吃什么？吃着望着你。哇，罗志阳原来擅长的领域是这个土味情话高手啊，一人千面，绝了。对。我刚吃完饭，朋友们。你怎么这么会冲浪啊？咱们要不然先回去玩，然后。可以啊，走吧。走吧。你回去可以参观一下你的新房间。欢迎加入我们。我们今天就要同床共枕了。是的呢。你有行李吗？就这么一个小箱子。就这么一个小。来吧。妈妈，谢谢，有点重。不会丢东西。这么大呀？对。好开心哦。谢谢。哇，还蛮好的耶。首先，我向各位来说明一下，从这期开始，他们表达心意的方式就变了。那首先呢，他们是会进行这个匿名纸条的书写的。这个上面不只是写名字，还可以写你对对方的一句话。然后他们将会依次到天台上去听一个电台录给他们的留言，就是谁上去，如果有人给你留言，这个留言就会被念出来，但是不会告诉你是谁，是匿名的。但是你能从内容上去做判断，听出来大约是谁写的。对，所以也就是说，从这期开始，他们第一次明确的知道是不是有人对我动心且他对我动心的理由是什么。好玩哎！期待的搓搓小手 ，interesting。
因为其实如果我直接表达，对方总是会有一个风险，可能对方会拒绝，可能也会让对方会有心理压力。所以在早期的阶段的时候，通过匿名，其实是让双方都降低压力。就写完以后，就如果对方不接受，大家也可以全当这个事儿没发生过。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来。好，接下来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猜心时刻了，也是奥优能力多守护时刻。来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猜心时刻的规则。我们要请初恋猜心团的成员从我们奥优能力多的奶罐当中抽取一个代表人物的小卡片，大家需要预测这个对应人物的心意表达结果。我们从沈老师开始，沈老师抽一位，好吧？好的。毛毛是送分题，这是送分题，这是送分题，这俩是送分题了。人文肯定送分了。我已经在人文上折过一次了，不能再让我折一次了。今天不会折了，今天很明确的。选择相信他，选择相信。你不用选择相信，他一定会写的，一定会写。人文啊，这可是人文，这可是。何雨欣，你觉得会选吗？雨欣可能会给硕成写吧。而且雨欣的性格像是会写的人，他比较还蛮敞亮。对啊，比较敞亮。硕成是可能会给雨欣写的。这个社牛怎么办？他一定会写，我知道了，他一定会写。为什么？有理由？我感觉他是一一个，就接触下来，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你看他的一些反应，就他很会观察一些细微的一些小细节，他很会带动别人聊天。是的，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菊姐，你的是？我觉得蔡乐不写。我说他写给何雨欣。啊，你觉得他今天很喜欢何雨欣？不是喜欢，就是可能表达一下感谢吧。菊姐写完了，除夕。哎呀，雨欣给硕成写吧，肯定。哎呀，这个社牛我猜不透啊。我跟你讲，放轻松，一般只有优秀的学生才会担心自己成绩下滑。对，你看垫底的朋友已经心态非常的平稳，再差也差不过0分了，对吧？不过我心里面我觉得他不会写，相信自己，那就不写，他不会写。好吧，先相信你自己。
我觉得蔡瑞今天会给罗志阳写，会写，我也觉得会写。我觉得就是今天他们俩又把蔡瑞的那个心拽回来了，而且我觉得蔡瑞会觉得天注定又是他。好了，好了，我相信人文组合。罗志阳，我选择相信他，他不写。我觉得你罗志阳今天还是相信他一回吧。我就是因为相信他，我才觉得他不写。我太相信他了，他应该会稳定发挥的吧。沈老师，请你先告诉大家你要猜谁。我猜曹烨。我觉得曹烨这次应该不会写，因为他好像没有收到什么信号。好，结束。所以我们赶紧来看一看结果的揭晓，好吧？来，请看 VCR。哇，想看这个。请现在前往天台收听今晚的留言吧。一个一个听好。人文。他究竟会不会接受到毛人龙的来信呢？让我们期待一下。肯定会。欢迎收听牡丹电台，现在是每日新意广播时间。今天有一个人为你留言，他想对你说：徐老师，毛毛呀，爱是要付出代价，恒久等待的。真正的爱应该对更多的具体的人，少爱点人类，多爱具体的人，在喜欢或新奇的事物中找到自己。这句话，祝你也祝我。好有高度哦，击中他。文婷真的是宠辱不惊的，听完了也没什么表情。哇，他真的是个内心很丰富的人。嗯。欢迎收听牡丹电台，现在是每日新意广播时间。今天有2个人为你留言。第一位，他想对你说，你笑起来很可爱。哦，新来的那个哎，哈，这很像第一印象是吧？我真的，我刚一瞬间我在想，那个新人会不会给毛毛写？哎呀，我。第二位，他想对你说，毛毛，如果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去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无条件爱你。但我相信，就是你只要被无条件的爱过一次，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而且你肯定也会被的。这个也太明显了！第二个还是笑了的，这个才是对的反应。有些快乐。
心。哎呀，哎，这种感觉好奇妙啊！就2个人互相知道，但是这么多人，其他人都不知道。欢迎收听牡丹电台，现在是每日新意广播时间。今天有一个人为你留言，他想对你说：硕晨，今天吃了半拉西瓜。半拉西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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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今天有一个人为你留言，他想对你说，今天很想和你分享小时候的照片。另外，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今晚要早点休息哦。预言家，我就是预言家啊！好，哇，这个猜不到哎。今天有一个人为你留言，他想对你说：菜菜，你好。新人吗？不会是啊。好纠结啊。我觉得我这样非常慎重。对。罗志阳写的，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写，但是他写了个你好。晚安，今夜好梦。今天有一个人为你留言，他想对你说：小罗，长头发挺酷的。哇，这个太明显了，只有他看过那个照片啊。对，哇，大家都主动了起来。欢迎收听牡丹电台，现在是每日新意广播时间。今晚你暂时没有收到留言，晚安，今夜好梦。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吗？好吧。就我们没有人全对吗？我呀，你全对了，2题全对。哇，优秀，学霸，学霸。首先，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有很甜的几对组合吧，人文。人文也太甜了，太甜了，必上榜。人文太甜了，而且我觉得文婷还蛮勇敢的，因为文婷的那个表达非常的明显，是吧？是的，是的，就是已经很明显了，2个人很明显，很公开了。对啊，有啊，为什么文婷说无条件的爱，这是他们俩聊天出现的东西啊。是无条件的爱，可是没有明确说是我，或者没有类似的意图表现，只是说我要你去相信世界上会有人无条件爱你。这
种话就跟我的前任跟我分手说你值得更好的一样，在我听起来就是有一些不痛不痒。因为我们这是初恋，菊姐，初恋。好，那对，对不起，对不起。但我能理解王菊讲的那个点，可能就是说，其实他们两个明明已经心意很明确了，可是没有一个人非常勇敢的去挑破。说我明确的说我对你怎么样，双方还是在互相表达，但是往前走了一步了。没事，我可以的，慢一点，慢一点，是不是？我们还有好多期呢。对，这一对儿很甜。然后就是硕晨和雨欣，虽然这么多次他们俩根本就没有在一起了解过对方，但是坚定写了对方。是的。主要是为什么这么突然呢？因为他俩老偷偷的，对，老是偷偷的。今天我觉得真的得给罗志阳鼓鼓掌，然后迈出了第一步，哇！我杨哥今天表现也特别好了。那你解读一下杨哥的你好，此处省略10000字。没有，我是本来我坚定的相信他不会写，但是今天他既然写出来这个你好，就他起码已经在考虑这个事儿了。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好不好？侧方停车非常的难，之前自己开车，我都不是很能把那个车停进去。OK， 刚刚看到我们的新伙伴从楼上下来。今晚你可以邀请一名异性明天进行1对1约会，注意，请向其他人保密。哦，是只有他俩有，2个新人有。对啊。所以能拒绝吗？不能，所以不能。哎呀，我。徐老师，来出来一下。怎么？找你有点事，就是叫你明天出去，找你明天出去玩一下，就是去海边骑行、拍拍照什么的，可以吗？好。可以啊，那 OK。好。OK。这咋整呀 ？Hello。然后金宇文会邀请毛毛，因为他喜欢毛毛呀。对呀。你们这边挂衣架能借一个吗？可以啊。但是那个琪琪还不知道要用多少，然后你要几个？1个。给你2个吧。但是天哪，这个新人应该不会看不出他俩之间的。你客气好了。化学反应。对啊。客气，文婷老师。晚安。来。明天我们俩，你可以跟我一起单独做蛋糕吗？蛋糕？你可以吗？我可以。好，去吧。什么？为什么要搞这种？好高兴啊，云。我不高兴，他高兴了。我谈了2段恋爱，我是有过。事情开始有意思了起来。紧张的我都吃不下饭了。但我觉得这挺酷的，因为毕竟是谈过恋爱的，感觉化学反应会不一样一些。我还没有跟你说我为什么要送你那个刺猬。3点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哇！上楼。其实还挺好看的。什么？还不错。走。我这真的太滑了。是不是特别好看？那倒是。看，旁边的美女，后边的美景。海边的仙女棒。我拒绝这个画面。我的人文 CP， 不要这样。我下期可能有事儿，我下期可能来不了了。我有点担心了，不要 no。
我觉得那个谁不会，毛毛不会。我觉得毛毛不会，毛毛不会的。对，我是觉得文婷不要太敏感就好。是的，是的，是的。没有，我觉得问题不大，两人都去了反倒没事儿，不会误会。万一有一个人拒绝了，一个人去了，哇，那就彻底掰掉了。是的，我也觉得是的。我就怕两个人都去了，谁都没有立场说对方，这事儿憋心里咋整？是的。但实际上，像这种邀请哦，你不能够在恋爱的早期把它看成是忠和不忠的概念，因为还没有互相确定干系，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出于礼貌啊，也要接受。但是就是我们看得很难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给了他一个，所以我们要看看他们下一集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反转啊！我们一会儿就录下一集吧。一会儿就录吧。我们一会儿回去了，不回去了，先看完再说。我要看一个究竟。但是我觉得因为两个人的身份在预告片里面有一点点透露，两个人其实是有恋爱经验的。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意外，可能两个人暧昧来暧昧去，永远捅不破这张纸头。只要这种可能也是机会，可能能趁机把这张纸给突破了。所以这种新鲜的不同的经验，其实我觉得对整个的局面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小的波动，但总体上来讲，让我们这个积极的往前走，能够去推动这个事情发展的这样的力量。那我们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下期我们一起期待了，好不好？下期见，拜拜。感谢独家冠名奥优能力多，感谢联合赞助 Kitty One 生气波波，感谢官方座驾上汽大众0度 L， 感谢官方能量观藏地秘饮品牌藏勇马能量植物饮品，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战略合作伙伴微信搜一搜，感谢深度合作平台旅行青蛙中国之旅，感谢深度互动合作伙伴自由幻想手游，感谢深度合作问卷调研平台问卷网，感谢中国体育行业合作伙伴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与乐动力 App。故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些谈过恋爱的人可能可以带给这个群体一些更新鲜的东西，比如说他们曾经过往的经验，有教训也有收获，能够分享出来。另外呢，可能可以在拓展沟通的方面，可能也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里是加了个小小的变量，能够让我们把爱情这个事儿看得更清楚。其实原生家庭它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大概看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像何雨欣和许文婷代表的，他们其实父母给了比较充足的爱，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跟他人形成链接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们知道怎么去跟别人去沟通。而这三个男生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个特点，他们的原生家庭可能都不那么美满，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导致他们不知道在亲密关系里我应该是怎么处理的，甚至你不知道哪些话说出去是合适的，哪些话说出去是伤人的，因为你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类型，所以我们都不得不靠自己去摸索。我们可能得头破血流，跌跌撞撞，我们才能慢慢知道啊，我以为是在跟你形成链接，其实这并不是亲密关系的。我以为我跟你只是一般的友谊，而这条线已经过了。这些东西其实是他要在后面去学的。所以父母其实对孩子的亲密关系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父母没有给孩子提供那种足够的两个人相爱的场景，那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孩子他就开始不相信爱情。我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这个东西。爱情本质上它其实是一种信仰。所以其实这个许文婷我就觉得他做得很好，他不断告诉毛毛，毛毛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毛毛也有点不相信爱情，许文婷不断地告诉他，你得相信美好，是存在这个美好的，美好已经在发生。如果双方的关系能够正向的互相促进，互相给予能量，那你会发现这感情相对就比较能长久。那怎么去走出这个原生家庭？很好的方法是你怎么改变你的语言，怎么改变你的行动，你把它落到每一个具象的地方，当你累到一定程度，它就从量变到质变了，你就能跳出你原来原生家庭的这个逻辑体系。你的热爱正在热播。